先行者有时候都是孤独的。先行者是异类吗？Hello， 花花 Hello 欢迎来到成都，欢迎来到真兔 Monster 和华为的成都远洋太古里现实店啊。然后我是张浩辰，这次闭关能透露一下主要在做什么？这次闭关主要是在创作自己的下一张专辑。对，然后就是生活。我还蛮好奇你闭关创作时候的状态，因为我自己创作的时候，我会刻意给自己营造一个所谓的比较孤独的一个环境啊。我有时候会去灵感来了写一首曲子啊，可能这个曲子可能大概也就是一次性写完的，但是你要把它给修它所有的细节，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灵感断掉了，我就不写了，就停止之后，这个歌我也就放着了。我觉得我看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能自己跟自己相处的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这样。然后，如果天天身边时刻都有人的话，估计每个人可能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想给自己找点自己的私人空间的事情做。我就说到这里呢，我想了一个词叫先行者。先行者，我觉得当你处在自己一个人状态，你能干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一个人独立的时候，才是你能静下心来真正跟这个世界平等相处和对话的时刻。我觉得很多先行者他们也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个特别会控制情绪的人，所以我也想知道，就是如果当你有这些负面情绪来的时候，你是如何消解和化解他们的？我觉得应该是理解吧。对，一种就是你主动去接受，一种是你被迫接受。那我觉得被迫接受呢，可能你就会你会一直记住一件事情。其实大部分人是不希望自己有太多的记忆。其实想要忘掉的，无非就是那些他们被迫接受的事情。真正想要忘掉，那你就主动接受它就好了。主动接受了，其实可能你就自然而然就忘记了，因为你没有把它当回事。太棒了，非常喜欢这个理论。当然你说的是一种消解和化解，去对待它。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收集一些好玩的潮玩啊。我很喜欢你的一个 Master。对，这个，那我们往外面走。好啊，边走边聊。好，刚提到 Master 嘛，我觉得，因为我除了写东西还画画。我最近画了个油画，是所有油画主角是一棵松树。没有别的生命，它就是一棵松树。我觉得它是某部分我的影子。我又把我的情感依托到这个松树上面。我不知道你在做这个 Master 的时候，出发点初心是什么？以前是很喜欢手办。对。后来我开始喜欢玩潮玩，然后就是我觉得，因为潮玩它其实做的还跟手办不太一样。就潮玩它其实还是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特色，然后审美再加上审美潮流的东西，然后还有时尚，然后还有艺术，它都会相结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你家里有堆满很多各式各样的潮玩吗？不是，我只是买喜欢的，但我觉得喜欢的东西不用多。刚提到收藏，我觉得你还有一个很棒的收藏，就是你的火星人。这一路就是跟火星人，他们不是我收藏，他们不是我的收藏，我是他们的收藏，我是他们的收藏。你们互相是彼此的收藏。你觉得火星人对你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跟他们关系挺复杂的，这很难讲，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于我而言的那个情谊是不一样的。但其实我从来都不会跟歌迷说这些，然后他们也不太去说这些，因为那个默契已经不需要去通过去形容对方。我觉得他们可能形容我，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对我的情感。我觉得你们之间可能有种比所谓爱呀这些词汇更宝贵的一个连接。是时间，时间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时间是对。我问几个好玩的问题，好不好？好啊。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休眠舱，你可以躺进那个休眠舱里面，它会带你到一个新的一个宜居的一个星球看一看，但是你会放弃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你会躺进去吗？休眠舱。哇，这个问题好难啊！其实我挺好奇未来的世界，可是要让我去，
就是它的吸引力没有大到这个程度了。然后言归正传，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我们这次 Gentle Monster 的一个限时店的展厅。好，我不知道你第一次来看到我们这个华为和 Gentle Monster 联名的眼镜，感受是什么？就很酷，然后又很高科技。因为我觉得科技跟时尚结合在一起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而且并且结合的非常的，就是有火花。对，你自己比较喜欢的墨镜的款式或者材质啊，或者怎么样？我喜欢比较就是一点点小设计就好的那种，就是像这样的眼睛，圆的这种还挺复古的眼睛，但是它这个中间这个一道直的这就是它的一个小亮点，我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你第一次知道 Gentle Monster 这个品牌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在韩国的时候，我也是首尔。对，然后就朋友有给我推荐这个，然后当时一看，哇，就是很敢想，对，而且敢想，而且直接就做了。我觉得它是一种很独特的审美。对。那比如说像我写东西，文字创作之外，它整个的就后面的一些宣传的海报，我是希望，我很在意这些东西，不光只是文字本身，我希望传达给喜欢我的读者，就是我想告诉他们，我觉得什么是美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所谓的使命感，传达给喜欢你的歌迷一些关于审美、对美的一些认知。现在我觉得世界就是时尚这么多元，就是衣服都有这么多风格，然后包括眼镜也这么多风格。其实我觉得，审美吧，就是还是根据个人喜好吧。你就像如果可能我现在是公众人物，我每次穿一身衣服，然后精心打扮的样子，会让很多人看到。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圈子缩小，就是那哪怕我是个学生，可能我有时候周末跟朋友一起约在一起出去玩，我也会精心打扮一下。那其实这一刻的我，可能是在告诉我的朋友，这是我想表达我的美。对，就是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这就是仪式感，就是它于我而言，它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因为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因为现在非常仪式感的拿来了2杯茶，所以我们再来聊聊仪式感这件事情。好，你觉得你生活中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吗？会有一些仪式感吧，因为我通常都是自己做饭，然后我做完饭我会把它摆盘，把它摆好之后再坐下来，然后再开始吃饭。对，因为会觉得就是心情会不一样。看你的有的时候微博啊，包括你自己做的 Master 啊，我觉得你生活中就是一个非常能够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人。那我其实是一个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时候都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对，在家里不做音乐的话，你在家里的一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日程？之前休假的时候主要还是在去享受自己的生活，因为灵感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碰运气的事情，所以我就还是正常在生活，然后自己待着，每天早上起来3点到4点就起床，天还没亮吧，起来然后就泡壶茶，然后会上楼，然后就在阳台上面喝会儿茶，一喝茶就能喝到早上7、8点了。你生活中是能脱离得了手机的人吗？能脱离。我身边的人都知道，就是我如果休假了，基本上很难能找得到我。就如果你自己心里面对未来的一个理想的居所有一个想象的话，你未来喜欢住在自然的环境里面，还是住在城市里面？自然吧。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然后看了那个动画片叫做《泰山》。对，然后我当时就很羡慕他在森林里面生活的那个感觉，然后，包括他在一个树上面，然后有一个木房子，我就很希望有一天能住进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后来有一年我去欧洲的时候，应该是个农庄吧，对，然后那个农庄呢就很美，有山有湖，然后草坪，对，就是在那里面突然有一个小房子，然后在那里生活，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对，包括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因为我之前看你的东西，我看到一个采访，我印象蛮深刻的。你说你挺害怕人群的，对，你甚至害怕敲门声，对之类的。我不知道，我好奇你现在还会害怕这样的东西吗？其实，说句实话，我
现在虽然我现在已经30岁，但是看到人很多的情况下，我还是会有点不太明白，状态不太对。但是站在舞台上就不会啊，深有同感。因为我自己有很多害怕的东西，我很害怕打电话啊，是吗？对，我也是，我很怕打电话。然后刚刚你讲的30岁，因为我今年也30，我想问你一下关于30岁的一个感受。从我的心态来讲，我觉得是开心的，因为我会觉得我每增长1岁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阅历变得越来越丰富，我的思维模式也变得越来越宽广。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的作品来说是有帮助的。包括花花，你自己觉得你这从出道至今到现在，你觉得你有什么变化吗？这么多年来，我好像还是这样，还是别自己看自己这样。我觉得我可以讲讲我看到你的变化，因为我很早就听你的音乐，我觉得你前3张专辑，你有一种就是扛着一个大旗，就是我是华晨宇。但是今年我听你的新专辑的时候，我觉得你好像没有那么刻意在讲我了，你好像有一种所谓的神性，你甚至像《新世界》作为最后一首歌，你站到了山顶上，对，然后你好像，我觉得你好像看到了一些什么。这个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甚至你有点笑而不语，不想对这个世界说的一个答案。我觉得那种智慧是比较豁达的。随着时间的发展，然后我毕竟也经历过了，也挺多事情了，我觉得。所以不管是遇到开心的事情，还是会有压力的事情，最终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方向，就是能够让自己回归到一个平静。回归到平静的方法，可能你就要去想很多的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关系，就是也可以说是因果关系，也可以说是相对关系。然后去理解完之后呢，讨厌的东西没有那么讨厌了，然后呢，喜欢的东西又可以让自己开心，但是不去强行得到它。对。我是说，我说好像长大的一个特别大的标志之一啊，就是原谅了所有，包括自己，所谓的变得佛系一点，平静一点。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30岁的时候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啊。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和歌迷之间是有一个很深厚的一个情谊，然后所以以前我会觉得就是他们可能更希望我来去保持自己，做自己，然后那我会越来越比刚出道的时候要有一些使命感。对，我觉得我这张专辑应该能体现出来，就是我会对大家，尤其是对歌迷会有更多的一些我自己想要说的话，然后包括想要去帮助一些人。对，明白。就是我当时鸟巢开完的时候，我就和团队已经开始去说下一场演唱会要怎么做。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就还是希望大家是能够在一个很放心的一个环境里面去享受演唱会的氛围。所以我可能会把演唱会再搁置一段时间，但是搁置的这段时间呢，也相当于给了我更充足的时间来去规划明年的这个新形式的演唱会。新形式的演唱会，对，是一个新形式，那就万分期待。对，就是它很特别，我觉得很特别，我觉得它是国内我不知道没有出现过的，应该没有吧。对，好了，那就是先行者了，来吧。谢谢花花，谢谢花花。好啊，好的，好，谢谢。